最近3个月，美国高官接连访华，那您认为这次雷蒙多来访有什么新的看点？确实啊，这3个月来啊，美国有4高1老接连访问中国。4高呢是指4位高级内阁官员，即布林肯、耶伦、克里和雷蒙多。1老是指世界级健在的最老资格政治家基辛格先生。这次雷蒙多来访确实有些不同的新意和看点。首先呢，他的来访不同于基辛格先生啊。基辛格先生来访使我们从历史大视野的角度对中美关系进行深刻的反思，而雷蒙多来访呢，是在现实大舞台上展示了中美丰富精彩的重头戏表演。其次，他的来访与布林肯也不同。布林肯呢是作为美国的外交操盘手，重点是中美在政治外交等大政方针，而雷蒙多来访更多的是聚焦于中美关系经贸合作领域。再次，他的来访与克里也不同。克里呢是气候变化的特使，他重点呢是要针对中美如何共同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而雷蒙多重点呢是要针对中美如何解决人与人的关系，主要是国家和企业之间啦，特别是最根本的物质利益及经贸关系。最后，雷蒙多来访与耶伦也有所不同。2位官员啊都是美国经济领域的主要操盘手，但是耶伦作为财政部长，重点是针对宏观政策，比如在财政上，特别是金融啊、货币、产业、税务、债务等一系列重要的课题进行协调和磋商，这也是中美合作的重头戏。而雷蒙多来访呢，重点是针对中观和微观领域的经济合作。所谓中观呢，是指比如在产业领域、投资、贸易等具体的中美互动与合作。而微观呢，则重点是指2国企业之间的合作，比如7万家美国企业在中国的营商环境等等。不过呢，雷蒙多和其他的高官虽然分工各有不同，但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落实中美元首去年在巴厘岛会谈的原则共识，和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中美关系从低谷中逐渐得以改善，争取走上新的台阶。而且这次雷蒙多来访在会谈氛围的描述上出现了理性、坦诚和建设性这样的形容词，其中啊，特别是理性这个概念很少用，而且也很重要。它表明中方一直强调的中美困局根本症结在于相互认知，特别是美方对中国的错误认知引起了美方的重视。这一次雷蒙多来访就体现出中美之间有了一种以理性认知为基础的务实会谈气氛，在这样的基础上，才会有一系列正面积极的表态和建立工作组等交流机制的务实安排。最近，雷蒙多和耶伦等经济官员似乎在推动中美关系改善中发挥着更积极的作用，而且都很重视多层次的对话。您如何看？可见呢，中美经贸合作具有3个重要的带动作用。第一，是带动了中美关系整体发展，是奠定中美关系稳定的压舱石。第二，是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合作，是引领复苏乏力的世界经济向前迈进的推进器。第三，则是带动了今天中美关系走向改善，是中美关系走出困局的突破口。在这里呢，我特别要强调啊，这次雷蒙多来访，建立商业问题工作组，启动出口管制信息的交流机制等等，并且和耶伦一样，和中国的一些民营企业家，包括美国企业家，进行了丰富多彩的对话。其实呢，中美多层次对话由来已久，比如中美的战略对话，从2005年就已经开始了，到2009年正式转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而且卓有成效，且带动了近100个中美之间的对话，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中美双边对话体系，体现了中美之间和为贵、忍为高、谈为上、信为先的互动方针，尤其突出了谈为上的重要性。中美关系从特朗普后期陷入困局，虽然相互认知是根本症结所在了，但是相互之间对话机制大都被终止，不能正常进行，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不对话就会产生误解误判，特别是在中美关系比较微妙复杂、分歧比较多的时候，就更是如此。
中美之间必须要以对话避免误判，避免对抗。雷蒙多这次来访，实际上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即重新整建中美全方位、多层次的对话机制和对话体系，特别是应该立即重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这次和雷蒙多会见的何立峰副总理就是现在中美对话的中方牵头人，所以这次会见呢，也为以后中美重新恢复战略和经济对话进行了铺垫。有人称雷蒙多是最近中美高层互动美方的压轴官员，但也有人更加着眼寄希望于中美元首会晤。您如何看？最近的4高一老访问中国，也是在落实去年11月中美元首会的共识。今后呢，要真正使中美关系走向缓和，更上一层楼的话，当然也是要寄望于今年9月印度 G20 或者11月份美国 APEC 会议上中美的元首会。中美关系从1972年开始就具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不同于其他双边关系的特征，就是高来高往的元首引领。在中美关系具有相对均衡的力量关系、紧密依存的利益关系和高度共有的风险关系之上，还有一个最重大政治特征，就是高度成熟的元首引领。全世界都期待中美能够进入一个双边关系改善的新的窗口期。这个窗口期的表现呢，第一是在最近这段时间中美热络的高层互动中所体现出的理性、坦诚、建设性的氛围，这与过去一段时间有了明显的改善。这次雷蒙多来访就更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他不仅仅在谈判的内容上更加充实理性，而且呢，在氛围上也做了各种协调性的安排。比如他事先会见了中国驻美大使谢锋先生，而且将27家中国企业从未经验证清单中移除等，都表现了一种比较诚恳、善意、协调的姿态。当然，更本质的是美国明年要面临大选，在拜登政府内外执政乏善可陈之际一方面，拜登不希望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造成美国国内的民怨过多而对大选不利。另外，他也需要避免中美关系真的走向对抗或者全面脱钩的风险，这样会出现不可收拾的困局。美国已经感到了压力，所以拜登等不断地强调要搞护栏，不要冲突，永不脱钩等等。这些呢，也并非都是一些华而不实的空话。而中国在面对所谓新冷战、脱钩对抗，甚至挑衅打压时，始终如一坚持和平发展合作的方向，咬定青山不放松。正是中国这种具有历史主导性、塑造性的努力，为中美关系进入改善关系的新窗口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30号结束了为期4天的访华行程。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访富有成效，他持乐观的态度离开中国，期待未来通过对话与中国一步一步解决问题。作为拜登派出的压轴访华官员，雷蒙多的中国之行吸引广泛关注。与前几次来华的高官相比，雷蒙多这一次的成果有何不同之处？他此行扮演的是什么角色？能否助推中美经贸关系企稳向好？来看看报道。They're actually in the carriage behind me, but she is headed to Shanghai after a very full day in Beijing, where there could be cooperation, and that's really her main focus, including in Shanghai, where she's going to be visiting the NYU campus to try to stress people exchanges, a visit to Shanghai Disneyland, as well as to a Boeing facility. 在其任内对华首访行程的最后一天，雷蒙多转战上海。路透社的报道指出，在北京，雷蒙多的主要任务是与中国政府官员会晤，而走访上海则侧重与商业团体打交道。因为上海是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中心之一，从上海也可以观察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与走向。深圳卫视注意到，此前美国高官访华时往往乘飞机穿行于京沪间，但雷蒙多此行不同寻常，美国商务部决定让其率领的庞大代表团改乘高铁。北京和上海的距离与纽约和芝加哥之间相当，但凭借中国高铁每小时350公里的速度，雷蒙多一行仅花费4个半小时就抵达了上海。深圳卫视记者查阅美国国家铁路客运公司官网发现，纽约开往芝加哥的高速列车需要耗时19个半小时，普通车厢的单程票价高达1500人民币。
雷蒙多30号首先与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会面。陈吉宁指出，上海是美国企业最集中的地方，稳定的经贸关系符合中美两国利益，对世界也至关重要。雷蒙多说，美中经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希望可以讨论具体方法，让双方合作实现商业目标。然而，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今年前7个月，中美双边贸易额明显下降，总额约为3815亿美元。其中，中国对美出口同比下降18.6%，自美国进口同比下降4.7%。可以说，中美经贸关系正遭受严重破坏，压舱石作用也有弱化迹象。有观察指出，这从侧面说明美方单方面发起针对中国的贸易战、产业战、科技战，人为筑墙设垒，强推脱钩断链，从经贸、科技、政治、军事到人文交流等多领域对华实施围堵遏制打压，对两国经贸关系形成的冲击和危害正在凸显。近期，拜登政府再推对华投资限制措施，引发美国企业进一步担忧，失去中国这个庞大市场，将对两国贸易和自身发展造成负面影响。雷蒙多在上海参加上海美国商会举办的论坛活动时就阐明态度，表示希望美国企业在华投资。 We have had very successful and productive couple of days here. The U.S. and China have a massive and consequential economic relationship, which is good for the world. It is good for China. It is good for America. And we want you here investing, growing. 此前，美国也有一些企业去会见美国政府官员，然后游说他们不要把中国这个市场给关闭掉，会直接影响我们的利益。比如说像英伟达、高通都有去游说，所以他希望在这些方面也能做一个安抚的工作，更多的强调我这次来中国更多的是为美国企业、美国工人去争取利益。当天稍晚，雷蒙多在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的陪同下打卡了上海迪士尼乐园。据路透社报道，雷蒙多在主题园区奇想花园拱门下向现场媒体表示，他从未去过迪士尼乐园，但看过所有迪士尼动画电影。雷蒙多说，标志性的美国主题乐园迪士尼与中国开展密切合作，打造的上海迪士尼，一方面展示了美国的软实力，传播了美国文化，另一方面成为两国文化交流的桥梁。路透社还观察到，一名7岁的中国女孩身着玲娜贝尔的毛绒衣服，给了雷蒙多一个拥抱，两人还用英语进行交流。玲娜贝尔是迪士尼在中国推出的一个 IP， 深受中外粉丝喜爱。雷蒙多在迪士尼表示，促进两国旅游业往来是他访华的目标之一。实际上，此行他一定程度上达成了部分目标。29号上午，雷蒙多在北京会见了中国文旅部长胡和平后，双方达成一致，同意明年上半年在华举办第14届中美旅游高层对话，进一步恢复发展两国旅游合作。雷蒙多的访华行程在位于上海的波音工厂结束。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形容这次访问富有成效，表示通过此访确定了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以及要做的事情。We're going past just generalized commitments to talk. We've opened clear, working groups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s, an opportunity to put the toughest issues on the table and try over time to resolve them. And so I'm leaving with some optimism that we will have that dialogue and get to the business of solving problems, one step at a time. 4天行程中，雷蒙多分别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副总理何立峰、商务部长王文涛和文旅部长胡和平举行会谈。外界注意到，雷蒙多在行程中反复表示，拜登政府无意遏制中国发展，不寻求与中国脱钩，愿同中方保持沟通，维护美中正常经贸关系。President Biden asked me to come here to convey the message that we do not seek to decouple. We seek to maintain our $700 billion commercial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指，希望美方不寻求和中方脱钩等表态落到实处，为两国经贸关系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中国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产业体系配套完整的供给优势，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和企业家的人才优势，依然是全球重要的投资目的地之一。中国美国商会的调查结果也显示，66%的在华美国企业
将在未来2年保持或增加对华投资。外界高度关注雷蒙多此行对中美经贸关系释放的积极信号。在与李强总理会见时，雷蒙多提出愿同中方加强在人工智能、气候变化、打击芬太尼等领域的合作。更受瞩目的是，中美在28号宣布成立一个工作组，由中美副部长级和司局级的政府官员组成，并由企业代表参加，以寻求解决具体商业问题的办法。此外，双方还启动了出口管制信息交流机制。舆论认为，雷蒙多此行是拜登政府尝试在解决所谓国家安全顾虑的同时，稳定中美关系的又一次努力。而相对于不久之前来华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长耶伦、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他的角色与身份与拜登所期望实现的目标更加契合。This time, I think that the big difference is that Gina Raimondo, unlike the previous people who've come, like Blinken, for example, she has a dual mandate in a sense. She's here to both promote U.S. trade, and she's also here to explain to the Chinese why she's restricting U.S. trade. There is actually a lot of areas where U.S. and China do cooperate. There is a lot of bilateral trade, and it is in the interest of both countries to have that continue. So there is a lot of benefits that she can talk about, unlike the previous visits, say with Blinken, where it was much more just about the controversies. 布林肯过来更多的是给中美的关系做一个定调，而这个耶伦还有气候特使克里实际上也是没有说具体的我要达成一个详细的目标，我只是建立这种常规机制的交流。它实际上非常的有确定的目标，比如说我就是希望跟中国在出口管制方面达成一个信息交流的渠道，这样的话为自己的这个效率进行进一步的提高，这个是明确的目标。雷蒙多领导的美国商务部这几年曝光率很高，其下属机构发布的实体清单屡屡冲击中美关系。而在他这次访华期间，双方建立新的沟通渠道及交流机制，来务实地解决相关问题。中美两国双边贸易高达约7000亿美元，长期被认为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随着新渠道和新机制的建立，中美压舱石能否重新发挥应有的作用？来看看报道。按照以往中美经贸磋商的名单，商务部长、财政部长和美国贸易办公室主任是美方主导中美经贸关系的3驾马车。因此，美国商务部长的雷蒙多也被认为是中美贸易摩擦和科技产业较量的关键性人物之一。他直接领导的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负责所谓实体清单的拟定。最近5年内被列入这一清单的中国实体约有700个。美国舆论认为，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意图通过实体清单来重塑供应链布局，实际上推动了脱钩断链。雷蒙多本人也多次以商务部长身份向拜登提交对华科技打压的报告。值得注意的是，28号中美两国商务部长会谈后，宣布在两国商务部之间建立新的沟通渠道，并启动出口管制信息交流机制。观察指出，新渠道和新机制的建立有助给美方直线下坠的对华经贸政策加装减速器，但实际效果仍需要一段时间来观察。据悉，中美新商务事务工作组由中美副部长级和司局级的政府官员组成，并由企业代表参加，以寻求解决具体商业问题的办法。工作组将每年举行2次副部长级会议，2位部长同意经常性沟通，每年至少会见1次。此外，中方还启动了出口管制信息交流机制，作为解释各自出口管制制度和改善沟通的机制。双方将按照各自法律就出口管制信息进行交流。深圳卫视查阅美国商务部网站发现，雷蒙多透露了这一工作组成立的更多信息。他表示，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我们的团队和中国的团队一整个夏天都在密切合作。雷蒙多还表示，美中经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关系之一，双方有着7000亿美元的贸易额。稳定的经济关系既利于我们两国，也符合世界对我们的期待。 The plan and the hope is that our commercial relationship, if done right, can stabilize the political relationship. 根据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消息，工作组第1次会议将于2024年年初在美国举行，而出口管制信息交流机制第1次会议于29号在北京举行。观察指，中美之间的经贸沟通机制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时期基本停摆，此次两国再次建立工作组和沟通交流机制，体现双方对经贸关系的高度重视。The good news is that both sides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open and constructive dialogue, and for the first time in
in 3 years. They have set up a joint working group to find solutions to specific business problems. 多家外媒评论认为，举行定期磋商是重建两国受损关系的最新举措。新加坡联合早报引述专家的观点称，这有助于缓解中美剑拔弩张的气氛。虽然战略竞争在短时间内难以逆转，但这仍是一种正面信号。Secretary Raimondo, and you're right that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visits. And what we've seen coming out of the visit so far is about what could be expected. No major breakthroughs, but I think one important deliverable that has come out of this visit is the establishment of clear channels of communication, regular communication that is at both the technical levels and at the senior policy levels. And that, I think, is the best that can be expected in terms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right now. 观察指出，副部级官员牵头的中美对话机制近年来较为罕见。这一层级显示，双方有意在技术层面解决实际问题，是推动落实中美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所达成共识的重大进展。在中美经贸合作仍面临重重困难的大背景下，两国能够达成这样的成果，再次表明双方是可以在相互尊重基础上，通过沟通解决具体关切的。这也表明，在经过了多年的野蛮打压和破坏之后，美方也逐渐认识到中美经贸对各自经济和世界经济的重要性。这个成果如果不是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口头上，而是具体的化为行动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呢，应当说呢，是可以非常有助于中美的关系呢，朝着正面的方向呢进一步的发展的。特别是呢，我觉得美国在此之前呢，已经白宫向外公布了，就把他们预定的要取消的这个中美的这个科技合作的这个协定呢，先延长半年。说明呢，白宫呢对中美经贸关系呢回到正常轨道上来呢，确实是有很高的期望的。实际上，自特朗普期间开始，中美关系陷入直线下坠，中美多个领域的沟通管道失去原有作用，累积了不少问题。室内卫视注意到，去年8月，中美证券监管相关部门签署审计监管合作协议，启动相关合作。观察指出，那次的合作扭转了中国企业在华尔街上市所面临重重困难的局面。中美积极、专业、务实推进合作，为此后的联合工作组模式积累了经验。另据《华尔街日报》29号报道，现任美国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办公室副助理国务卿马克·兰伯特或将出任对华政策最高级官员，主管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接替2个月前离职的华自强。该机构也被称为中国屋，成立于去年底。美国总统拜登希望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能在贸易、军事等多方面跨领域制定对华政策，初期约70人。兰伯特是美国资深外交官，曾2度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任职。2001年，他曾参与中美撞击事件的处理。有消息人士透露，兰伯特深受其顶头上司美国助理国务卿康达等人的赏识。还有知情人士透露，兰伯特不太可能改变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调。拜登政府仍认为对华关系存在激烈竞争。去年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布其任内首份对华政策演讲，将此前美国对华政策的竞争、对抗与合作3分法修订为投资、结盟和竞争3分法，提出要进一步投资美国国内建设，巩固盟友体系，以及在实力基础上同中国展开竞争。他也强调，美国不寻求与中国进行新冷战。观察认为，布林肯的演讲显示中美在经贸和科技领域的竞争烈度将持续，但多种迹象证实，美国对华打压在短期内或许会令中国科技产业面临压力，但长期而言，中国企业一旦突破卡脖子技术，将打破美国企业的技术垄断。就是说呢，中美之间的这种经贸关系呢，是一种互利的关系。但我个人觉得呢，中国一定还是继续会坚持走自己的自力更生的道路。如果美国执意在高科技对中国封锁的道路上呢，一条道走到黑的话呢，我相信呢，美国最终呢受到损害的应该是美国自己。应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英国外交发展大臣克莱弗利于30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英国舆论认为，克莱弗利这次访华的重要关键词是接触，因为欧洲主要国家领导人此前已经完成访华，拜登核心幕僚近期也不断地赴北京沟通，这让英国近年来的对华政策陷入孤立。克莱弗利此访是否意味着苏纳克政府的对华政策转向务实态度？来看看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30号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发展大臣克莱弗利。
韩正表示，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半个多世纪，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积极成果。面对当前国际形势中的风险挑战，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要秉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保持沟通，共同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经贸合作是中英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础，两国政府要为企业创造良好营商环境，积极探索务实合作新增长点。但是这个问题，这次通过英法华进一步推动中英两国双边的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克莱弗利表示，中国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大国，在国际治理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英方赞赏中国对世界经济和减贫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愿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凝聚共识，深化合作。It is important that countries like ours meet and speak face to face on regular occasions to enhance understanding.To avoid misunderstanding and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s.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维护和发展好中英双边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希望英方同中方一道，秉持相互尊重精神，深入交流，增进理解，推动中英关系稳定发展。外媒普遍提到，这是英国外交大臣5年来首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克莱弗利也是疫情以来访华的最高级别的英国官员。他的访华显示英国政府有意修复受损的中英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商业和贸易部国务大臣多米尼克·约翰逊也表示，计划将于近日访华。观察指出，苏纳克希望其重要内阁成员尽快实现访华，与白宫对华接触日程安排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个相当于是中英关系的一次回暖，包括是一次再接触吧。因为我们知道，那么中英关系受到了疫情还有和双方这个政治氛围的这个影响，那么这种高层对话、高层交流受到了很大的阻碍。那么他的这一次访华，那么标志着是英国高层对于中国的一次破冰之旅。深圳卫视注意到，今年4月，英国中国商会启动中英公益共筑和谐系列活动，其中包括威斯利花园中国蝶恋亭修复工程竣工仪式。这座木结构亭子取意自《梁祝》爱情故事。2005年赴英国参展，获得汉普顿皇宫园林艺术花展1等奖。展览结束后，蝶恋亭被赠予英国皇家园艺学会，落户威斯利花园。3个月后的7月14号，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第56届东盟外长会议及系列会议期间，王毅曾和克莱弗利简短交谈。克莱弗利当时表示，再次祝贺中方成功促成沙特同伊朗实现和解，赞赏中方在涉及国际重大和平安全问题上发挥关键作用，表示期待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为双边关系增添积极因素。王毅则表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英承担着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共同责任，理应展现大国担当，携手应对全球挑战，相互尊重各自核心利益，不干涉彼此内政，是中英友好合作的应有之义。中方致力于发展稳定互惠的中英关系，愿同英方保持战略沟通，积累互信，推动中英合作取得积极成果。外界注意到，克莱弗利对这次访华十分重视。英国政府网站29号发布了克莱弗利启程前往北京之前的一段话。他说：“我们要在一系列问题上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没有中国，任何重大的全球问题，从气候变化到疫情预防，从经济不稳定到核扩散，都无法解决。中国的规模、历史和全球重要性不能被忽视。”卡梅伦首相执政时期，中英开启黄金时代，但在鲍里斯及其继任者特拉斯时期，中英关系陷入低谷。在美国推进印太战略与中国开展大国竞争背景下，与美国有着特殊关系的英国积极配合美方战略，没少在奥库斯、五眼联盟等合作框架内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还在5G、科技、投资以及香港问题等方面对华打压。英国政坛弥散着对华强硬的歪风。值得注意的是，去年10月苏纳克接任首
首相之后仅1个月，就在其首场外交政策演说中提及与中国的关系。他当时表示，中英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但英国需要稳健的实用主义。英国政府无法忽视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重要性。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苏纳克政府面临着来自议会后排议员的压力，这些对华鹰派要求他继续对华强硬。克莱弗利在访华前也回击了保守党内对华鹰派指责他中国之行是不够强硬的批评。他说，英国希望对华加强经贸联系，不与中国接触才是软弱的表现。克莱弗利强调，英国政府希望重启与中国的关系，与中国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开展合作，并愿在不构成国家安全问题的前提下加强与华经济联系。他强调，他将向中方表达英国欢迎中国的投资。在政府以及这个保守党内部，那么一些这个对华鹰派的政客，那么将这种对华越来越强硬视作某种的这种政治正确。然而，在一些理性务实的人士看来，那么这些做法并不符合于英国自身的这个国家利益，反而使得英国的这个外交在这种大国外交中处见一个更加被动的这样一个地位。那么因此呢，那么克莱弗利是选择一种务实的这个态度，那么通过交流接触，逐步的去推动中英关系走上朝着正确的这个方向去迈进。但外界指出，英国更需要拿出实际行动来兑现这一承诺，而不是空谈。去年底，英国政府向投资该国纽波特晶圆厂的中国芯片企业安氏半导体发出告示，要求其出售至少86%的股份，理由是对国家安全的担忧。而此前，英国政府已经通过了这一投资审查。英国政府这种毁约的做法令国际商界大为震惊。实际上，中国是英国在亚洲最大贸易伙伴。2022年，中英双边贸易额达1033亿美元，中英双向投资存量501.2亿美元。数据还显示，中国的营商环境受到英国投资者的青睐。今年前4个月，英国对华投资同比增长了323.7%，仅次于排名第1的法国。源源不断来自英国的投资流量展示了中英关系另一个真实的侧面。英国商界有着深化与中国经贸发展的强烈愿望。克莱弗利此访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在他赴北京之前，美国与部分欧洲国家正积极推进与中国高层的接触。自去年11月至今，德国、西班牙、法国领导人已相继访华，而自今年6月以来，已有4位美国政府内阁级别官员开启中国行。英国卫报分析称，这与中国对话的国际趋势有可能让鹰派的英国陷入孤立。值得注意的是，苏纳克政府的对华政策也出现微妙变化。一方面，英国脱欧后陷入经济复苏乏力的疲态，是增长率最低以及通胀最严重的7国集团成员。另一方面，本月初，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行政令，设立对外投资审查机制，限制美国主体投资中国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还声称要拉盟友一起加入。但其铁杆盟友英国对拜登的行政令表现克制。克莱弗利告诉《金融时报》，英国没有立即效仿美国的计划。那么英国，在中美2个大国之间呢，它处于一个比较微妙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英国过去曾经因为对美关系上面而影响到了这个对华关系。那么未来它如果要是选择在这种克服它自身的这种经济以及国际政治方面的这个挑战，那么它必须得在之间采取更加平衡的方式来处理，它与全球前2大国之间的这个关系。日本强推核污染水排海，引发国际社会极大愤慨之际，据日本媒体29号报道，日本政府将制定海洋开发重点战略，发展海洋经济。预计今年年内，由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挂帅的综合海洋政策总部将确定第一部分重点战略。不出所料，这份海洋新战略又扯上中国，对中国正常海洋活动进行抹黑，并试图借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进一步谋求军事扩张。据日本读卖新闻8月29号报道，日本将于年内制定新的海洋战略。为确保预算，日本政府正考虑以使用几个年度为前提，创立海洋开发战略资金。估计其内容将包括自主式水下航行器的国产化、小笠原群岛和南鸟岛及周边海域的开发等，以便获得稀土等资源。
日媒称，日本政府此举目的在于摆脱对中国的稀土依赖。美国地质勘察局的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30万吨稀土产量中，21万吨由中国生产。日本每年的稀土消费量将近2万吨，几乎全部依赖进口，其中60%来自中国。而在太平洋中的一个火山岛，隶属东京都管辖的南鸟岛海底，已经确认蕴藏着大量稀土泥，因此日本政府计划在南鸟岛建设装卸和冶炼设施。讽刺的是，日本政府一方面提出海洋战略要维护国家海洋安全，另一方面又無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单方面強行啟動福島核事故污染水排海，危害全球海洋安全。30年、40年、50年というふうにわたってその放出が続くわけですから、どんなにその微量で放出されたとしても、やはり海底度、海の底に溜まっていったり、海の中にはいろんな生き物がいますので、そういう生き物に蓄積していく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ね。はい。長瀬の使ったら、当日はね、我々魚も売れないし。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新版海洋开发重点战略基于今年4月更新的海洋基本计划。自2008年首次发布以来，日本政府每隔5年更新一次海洋基本计划。与上一版相比，日本新版海洋基本计划最突出的特点是试图通过渲染周边安全威胁，强调强化防卫力量与海洋执法能力的紧迫性。文件不仅污蔑中国海警船的正当执法维权行动，甚至刻意歪曲中国在东海、南海维护国家主权的合法行动。日本读卖新闻称，新版计划重点关注了中国船只经常驶入日本专属经济区。梳理日本海洋战略不难发现，日本政府并非聚焦于和平利用海洋、和平解决争端，而是反复渲染所谓安全威胁，企图突破和平宪法约束，为增加防卫费和增强所谓防卫力量寻找借口。值得注意的是，日方新版海洋基本计划的发布背景是去年底日本政府更新了安保3文件，将中国视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上个月出台的2023版防卫白皮书继续沿用此说法，将之前的中国军事威胁由强烈担忧上升为最大的战略挑战。日本现在是拼命的在增强军事力量，那目的呢就是想实现呢日本的所谓军事正常化，然后呢就配合美国加大了对华遏制的力度嘛，所以日本现在呢，不断的对中国呢进行抹黑，对中国呢进行攻击，以及呢炒作中国威胁论。今年3月，日本国会参议院通过2023财年预算案，防卫费增至超6.82万亿日元，是2022财年的1.26倍，创历史最高纪录。根据日本政府的计划，最近5年要将防卫费翻一番，每年的增速超过20%，是世界范围内现阶段防卫费用增速最快的国家。据悉，2024财年防卫费预算数额超过7万亿日元，新增武器采购项目包括远程导弹、宙斯盾舰以及用于岛屿防卫的高速滑翔弹量产等。值得警惕的是，日本还不断拉拢域外国家到周边演习，强化与北约的合作。前不久结束的戴维营美日韩领导人峰会还宣布，将推进美日韩3国跨军种联演机制化。日本在军事方面加强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呢，已经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了。这是美国受益的，也是美国支持的。那一是能够呢讨美国的欢心，让美国呢进一步对日本进行松绑。二呢，日本实际上趁机和这些国家呢进行军事方面的合作，能够获得更多的好处。相关话题来连线时事评论员白梦辰。白先生您好。在日本政府去年修订安保3文件之后，发布新版海洋基本计划，现在又提出制定海洋开发重点战略。那么根据您的观察，日本的海洋战略透露出怎样的军事扩张信号？一方面是还是继续渲染所谓日本现在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另外一方面呢，要强调把日本的海保跟这个自卫队进行一个有效的整合。同时呢，这个要求要尽快的发展，你比如说水下无人潜航器日本叫自律型的无人潜航器，那么这些先进的技术，那么试图借此呢对周边的国家进行这种日本方面所谓的有效的威胁。那么总的来说呢，整个日本现在新的版本这个海洋的基本计划呢，看得出来日本方面已经由过去的这个专守防御变得越来越强调进攻，而且呢，我们说这个跟日本传统的不宣而战的这种军事传统结合，所以它强调它的打击手段的多样化和这种手段的隐蔽性。
那么对于日本来讲呢，他认为自身呢在周边现在跟周边的一些国家在实力上面啊，那么有着比较大的差别，所以他越来越多的希望借助一些非常规的手段，同时呢在西方尤其是美国技术的支持之下，那么利用国内的一些之前这个用各种各样理由所积累的技术，那么迅速的形成对外突袭，尤其是日本方面所谓的纵深打击的能力。这些呢，我觉得从中国这样一个曾经被日本侵略过的国家，那么包括我们说中国在内其他的印太曾经被日本方面侵略过的国家，我觉得都要认真的去警醒。新版日本海洋基本计划中提出，日本将与美国等国一起遏制有事的发生和单方面改变周边现状的尝试，推动国际关系，特别是印太地区实现新的力量平衡。那么，对于这样的表述，您是如何看？首先我们说整个印太的所谓力量平衡，在日本的语态之中啊，并不是正常意义上的平衡，而是呢就跟美国包括澳大利亚之前所不断的鼓吹的所谓平衡一样，是希望能够回到过去美国在印太方向上一家独大，那么采取这种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态势，那么对这个跟就美国视为假想敌的一些国家，那么进行对抗的一种状态。那么这种状态，我们说，当然，首先它是不利于印太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的。更重要的是，它其实也不符合美国现在自身的实力收缩的一个现状。那么试图去扭转这个整个形势的发展，我们说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讲螳臂当车的一个状态。那么对于日本来说呢，日本方面一方面他认为自身的这个经济啊、工业的这个影响力和水平，那么在整个印太是要排到前几位的。他认为呢，这些相关的能力呢，应该直接等同于日本在这个区域所理解的这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甚至我们说是军事的排名。那么现在美国采取的是一种松绑的战略，那么对于日本也好，澳大利亚也好，包括像韩国，那么你们无论是想发展什么样的力量，美国都予以支持默许。对于日本来讲，他一方面呢，把自己扮演或者说是伪装成美国的这个所谓坚定的盟友，同时他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一直以来也在满足自己的扩军备战的野心。看得出来，日本的野心呢，并不是甘于只在美国的身边当一个这个跟屁虫。日本还是有一部分人，或者是相当的一批政治和军界的人士，那么认为呢，日本有可能回到这个太平洋战争之前的那种在印太方向的地位上。那么我觉得日本的这种野心啊，无论他现在把自己打扮成什么样子，最后呢都有可能会对周边的国家乃至于整个区域的和平稳定造成不利的影响。其规划已经完成，首批3栋大楼正在建造中，预计明年起就可逐步投入使用。